网上8个瑞士卷应该怎么分的新闻铺天盖地，可我认为正常情侣都不会因为这个问题吵，甚至我都懒得问男朋友。结果晚上男友去洗澡，我用他平板电脑找电影投屏时，看见他登录微信弹出来的3条消息，这要是我女朋友敢花小100买瑞士卷，我直接分手。还是宇哥聪明，为爱奔赴的深情人设，将出和感动坏了。瑞士卷宇哥想吃多少不都给买啊？来回高铁票才多少钱？女朋友还干净放心，还不用出房费，这么算还是谈恋爱合适。好看的玩具文，一口气看到大结局。星星提醒您圆好 WiFi， 先赞后看养成习惯。下面故事开始。短短3句话，却让我如同坠入冰窖般，寒气从心底一丝丝往上冒，手脚瞬间冰凉。这3人的背着都是孟雨经常挂在嘴边的好兄弟。听了浴室里淅淅沥沥的水声，我趁着手点开超短裙的聊天记录，断断续续，衔接不上的地方，估计就是孟雨和我在一起没同步上的部分。他们最新讨论的就是最近瑞士卷的话题。真不理解这女的，瑞士卷都能上纲上线，真是不赚钱，不知道钱难赚啊。这瑞士卷小100能做多少顿饭了？这要是我女朋友敢花小100买瑞士卷，我直接分手。还是宇哥聪明，为爱奔赴的深情人设，将出和感动坏了。瑞士卷宇哥想吃多少不都给买啊？来回高铁票才多少钱？女朋友还干净放心，还不用出房费，这么算还是谈恋爱合适。从聊天语气能看出来，平时类似的事情他们没少议论，包括孟雨的女朋友。我本人说这些话的人，半月前我们还一起吃了饭，习近平他们一口一个嫂子叫欢快，漂亮话标签的往外冒，央求着我给他们介绍女朋友。孟雨和我提过很多次他的兄弟们想恋爱，叫我帮忙留意一下。从大4开始，我和孟雨在一起快2年，这期间他一直表现得很好，他的好兄弟们也是和我同校同届，一起吃过几次饭，感觉人都还不错。我虽然不爱干错和人的事，但孟雨这帮朋友长相工作都很拿得出手，孟雨也经常同我说他们多优秀，于是我身边有想恋爱的朋友，我就多问一嘴，给他们看了孟雨好兄弟们的照片，简单描述一下基础条件。有几位女生正有意，我还打算在群里问他们什么时候有时间一起出来玩，大家见一面，但这个群明显不是有我在的那个群。恋爱期间，我和孟雨一直都可以随时查看对方手机，孟雨非常坦荡的说她身正不怕影自斜，没什么隐藏的，手机我随便看，我也很信任她，除特殊情况需要用她手机外，我几乎不翻她手机，可我从没在孟雨的手机上看见过这个超短裙的群聊，而今天我才发现，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孟雨的微信从没在平板电脑上登录。我瞥眼孟雨放在茶几上的手机，因为收到消息通知，屏幕还亮着，屏幕上我和孟雨在烟花下并肩笑着的合照，此时看来格外嘲讽，越看我心越凉，那个我心目中的完美男友，只是孟雨演出来的一个人设。我转发给他男子偷拍被当场抓获，学校知道后果断开除的新闻，他同我说媒体还是手下留情，给他打码了，这种人就应该公布照片，全世界都记住他的脸，让他社死。转头在群里说这么点事就开除，毁了人一辈子，至于吗？我和他视频的时候吐槽，现在社会对女性容貌审判太过分了，他一边赞同，一边夸我最好看最可爱，用不着容貌焦虑。挂掉视频，他就把我素颜的视频截图发到群里，不化妆丑成这样，我都没耐心和他聊下去。他问我如果要娶我爸妈要多少彩礼，我说不清楚，我堂哥给堂嫂18万8，堂嫂不仅给婚房买的家具，还陪嫁了1辆车，并且彩礼前婚后也带回来用在他们的小家了，哇，20万就能娶到初合，我也太幸运了，估计我爸妈也就走过场，之前婚后还是咱们的，之前就给岳父岳母留下，他们养大你多不容易呀，我年轻还能赚吗？我甚至看到孟雨选择外派的真相，大4春招时，我和孟雨同时签了京市的公司，恰好爸妈给我买的小公寓离我公司骑车只需要10分钟，但离孟雨公司就要坐40分钟的地铁。大4要搬出宿舍，外出租房时，孟雨问我房子看得怎么样了，我说爸妈给我租了个公寓。孟雨不是本地人，他总用开玩笑的语气和我抱怨，说自己寒窗苦读12年才考上学校，本地学生轻轻松松就能上。我不否认教育资源的差距，但我作为本地人也同样努力才考上的大学，在孟雨嘴里变成有户口就行。从小到大的经验告诉我，不要和孟雨在这个问题上争论，就算吵架也吵不出满意的答案。孟雨的父母是在国企正常上班的职工，今市的房价对于普通人太高不可攀，我父母买得起房子也不过是趁着时代的东风，吃到房价上涨的福利的幸运者罢了，没说房子是我的。首要原因是我知道孟雨自尊心强，我怕她敏感多想，其次是父母叮嘱我，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们还没到谈婚论嫁的地步，没必要把家底全都透露给对方。孟雨吵着要去看我的新家，我提前看看缺什么东西，到时候好买给你。到公寓后，孟雨一直夸房子漂亮，采光好，坐北朝南位置正，整租这个房子不便宜吧？是啊，所以爸妈先帮我付了半年房租，等上班发工资再还他们嘛。你家就你一个宝贝女儿，这钱还用还呀？当然要还呀。我还没找到房子，看着合适的价格又不合适了，说罢孟雨半开玩笑的问我，出和自己住是不是很孤独？不如我搬过来陪你好了。好啊，这房子我1万1个月租的，你通勤原有路费，1个月给我转4000，这样我就能早点还上爸妈房租钱。孟雨大抵是没想到我会张嘴管他要房租，尴尬地笑了2声。这儿通勤确实太远了，我还是在公司附近再找找看吧。
其实跟孟雨签合同的薪资比，在京绿人均通勤时间2小时，40分钟地铁还不用换乘，也勉强能算公司周围，4000能做到这样的房子，已经是超高性价比了。何况同栋楼同户型装修，不如我的房子市场价，已经到了12000-14000。说4000完全是因为孟雨公司的房补到手差不多3000，正好可以抵消掉他的租房成本。那时候我就应该发现不对劲，大概是谈恋爱时智商就会下降。孟雨落洞百出的说辞我居然信了，现在看来他就是不想拿房租，打算白嫖我，很明显，打算白嫖房子的算盘落空了。那段时间，孟雨和那帮好兄弟在群里抱怨，京市的房租高的离谱，好不容易有价格合适的去看房，发现根本不是人住的。孟雨还吐槽，我管他要房租，那帮好兄弟和他同仇敌忾，还替他出主意。不行，宇哥在外面拉2回电诈，小女生哪会处理这些？到时候就哭着给你打电话说害怕，求你去陪着他了。就是呗，这女孩子独居，家里没个男人就是不行。宇哥不是说江初和那房子两室吗？住进去直接再次玩 MPS5，打游戏多爽，爱的孟雨，搬进去。别忘请兄弟们去你新家玩，我不知道孟雨是否真打算这么干。后来他们公司就有外派到偏远地区的机会，每个月加上补助，能多拿1/4的薪资。公司已经结婚和本地的同事都不愿意离开本市，孟雨借此机会申请外派。我不喜欢异地恋，再好的感情也禁不住时间和距离的组合。孟雨和我说她趁着年轻多拼搏，为我们的以后打下基础。再说现在交通这么发达，你想我的时候，我买张票就回来了，像他承诺的一样，孟雨一抽出时间就买票回京市陪我。不需要纸质票乘车，他还是把车票打出来，用钉子钉在羊毛蝉上，挂在客厅的墙上。孟雨说这是我们相爱的证明，每次他都要转大巴转高铁，中国回来一趟大半时间都耽搁在路上，根本休息不好。我也提过不能就他自己来回跑，有时间我也买票去看他。孟雨说我一个大男人抗造，在路上怎么样都没事，这来回路程太麻烦，我可舍不得你吃这种苦。我又心疼又感动，便买了许多吃的和用的，邮寄到他外派点。结果真相确实，他觉得留在京市要经常和我约会，花费太高，外派不仅能多拿工资，还能省下房租和约会的钱，不用我去找他。也是因为他回京市住在我的房地太舒服了，我去过去，他就要花钱给我在酒店开房，那边酒店环境还不好。我边看聊天记录边感慨，还真是处处都在算计呀。孟雨甚至为了演好自己好男人的人设，百忙之中还下载了微博和小红书，了解目标用户的痛点和需求，甚至做了 PPT 分享在群里，给他那帮好兄弟学习，还真是辛苦他了。我不得不佩服自己，这种情况下还能想着用颤抖的手录屏聊天记录，隔空投送到自己手机上。听着浴室逐渐变小的水声，我退出了孟雨平板上的微信，并在她手机上删除退出的通知。孟雨擦着头发从浴室出来，我已经找出来电影投屏，快键到1/3处，我深吸一口气，强衬起笑说道，怎么洗得这么慢？电影都快播完一半了，当然要洗干净点，不然怕你嫌弃我呀。孟雨委屈巴巴的在我身旁坐下，洗完的碎发散落在额前，显得整个人很清爽。孟雨是那种标准的中式帅哥，浓眉大眼，路人看到都会夸一句还挺帅的类型，再加上稍微会穿搭一点。大学期间孟雨在学校还算聪明，但我们不是一个学院，直到大4才有交集。不得不说孟雨顶着这张脸，再会伪装点，我能爱上也正常。在一起之后，我们拍的那组毕业照还被学校官方发出去宣传，评论都在夸浪才女貌，又相信爱情了。谁能想到这样一个人的灵魂如此恶臭呢？孟雨从茶几上拿起手机后，看见全力好兄弟们的发言，我用余光瞥见，他在屏幕上打了句话，就删除了对话框，然后小心翼翼的看我一眼说道，这个项目的 leader 真烦，休假还找我，不知道我宝贵的时间要陪女朋友吗？他在试探我看，没看到群聊里的对话，虽然我很想把平板砸到孟雨脑袋上，让他滚出我家门，但大晚上公男管女和他起冲突，不是明智的选择。哎呀，工作重要，你要有事就先忙，不用管我呀。说吧。孟雨明显松了一口气，伸出手臂搭在我的肩上，在他身上闻到熟悉的沐浴露香味，突然让我感到恶心。我拿起杯子假装去接水躲开他的触碰，好渴呀，冰箱里有什么喝的，帮我拿一瓶杯。我随便从冰箱里拿出瓶饮料扔给孟雨，他拧开喝一口，这椰子水是新买的吗？味道真不错，一下子从恩爱情侣角色抽离出来，脑子都变清醒了。这话不就是明晃晃的暗示我给他买吗？之前我心疼他外派条件艰苦，我爱在家里吞零食，吃到什么好吃的都给他买一份，他来我家尝到什么说好吃，第二天就下单又寄到他外派点。孟女还经常和我说，同事们都羡慕他有个这么贴心的女朋友，明明他自己也能网购下单，怎么就不能自己买？何况他经常说自己不懂这些，都爱吃零食的人设，买的不好吃，所以我从来没收到过他送的零食。现在想想，不止零食，很多事情上孟雨都露出马脚。他问我彩礼多少钱的时候，他说爸妈辛苦了一辈子，到时候买房还要出首付，压力太大了，所以他要多赚点彩礼钱，让爸妈不那么辛苦。当时只觉得孟雨很懂事，很孝顺，如今回想起来是在暗示我彩礼要的太高，让他爸妈压力大了。好家伙，感情他爸妈就因为他要娶老婆才这么辛苦，那他懂事点不结婚不就好了？网上有关性别议题的热点新闻，孟雨在群里和他的好兄弟们讨论时候说，现在女性地位还不高，回新潮度过小脚就老实了。在网上看见姐姐给弟弟买房子，就叫人家伏地魔，姐弟感情好不行啊，天天计较这些没用的，这帮女人就是用敏感又是多。然后跟我聊的时候，完全伪装成另外一副好男人的嘴脸，我很可观的评论，这完全是男方的错，
我不怎么上网，不了解这些，我看他分明就是太了解了。到了睡觉时间，我关掉投影仪躺在床上，孟雨的手伸了过来，我不动声色的躲开，不行，我今天身体不舒服，恶心想吐。孟雨小声的啧泪声，在夜晚如此安静的环境下，听得特别明显，她似乎也感觉处不对劲，又放柔的声音问我怎么样，要不要去医院。我翻个身背对她，全坐着身体回了没事。孟雨见状也没再说什么，过了一会儿，传来稳定的呼吸声，她睡着了，而我睁了眼，却怎么都难以入眠。我心想吐，并不是应付孟雨的托词，而是我此刻真实的感受，这种感觉像是在超市里精挑细选，买到一颗又大又红的苹果，洗干净吃到后非常甜，正为自己的眼光高兴时，发现刚咬开的地方有个黑点，心里顿感不妙，感觉像是重演。去厨房把苹果切开后，发现里面早已腐烂变质，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蛆，我感到恍惚，我喜欢的男友只是孟雨伪装的一个人设，那我的喜欢算什么呢？那些值得纪念的瞬间又算什么呢？我出于感动给他买的那些东西，他收到快递的瞬间，不是为我的付出感到开心，而是在心里嘲笑我的愚蠢，被他骗到心甘的付出。人怎么能卑劣到如此地步？事到如今，我只能庆幸孟雨好兄弟们发的聊天及时，让我早早发现不对劲。也许老天是在提醒我远离这种人，躲过一劫。我一直睁眼到天亮，孟雨闹钟响起，他要赶车回去，察觉到他醒，我赶快闭眼装睡。现在是一句话都不想和他多说，分手是肯定要分的，但要等他离开我家之后再说。谁知道他这种人对戳破后脑修沉默会干出什么样的事？孟雨起床收拾，我趴在枕头上，悄悄把眼睛睁开一条缝，发现这家伙从我零食筐拿零食往他包里塞，装完觉得不够，又打开冰箱塞了几瓶饮料，包是被他装得鼓鼓囊囊。察觉他收拾完要走，我假装才醒，一般问他这就要走了，他估计看出来我脸色不好，趴在床边故作贴心的问，还难受吗？我要不要把票退了，请一天假在家陪你？我在心里暗骂自己蠢，之前真是被下降头了，听不出孟雨如此拙劣的话说，要是相陪根本就不会问，而是直接行动了，这么问就是笃定我如此体贴懂事，肯定是叫他回去，不要为我耽误工作。我控制住自己想翻白眼的欲望，扮演他熟悉的那个体贴的纯货女友。好多了，我再睡会就好了，还是工作要紧，请假的话，领导对你印象该不好了，那你好好休息，不舒服要告诉我，我请假也得回来，工作哪有女朋友重要，我俩在这互飙演技，拍下来的精彩程度可以拿金棕榈奖，要不怎么说艺术来源于现实，知道了，快走吧，你会赶不上车了。养完恩爱的戏码，孟雨就伸过头，做事要亲我，我连忙捂着嘴说，还没刷牙，好吧。孟雨走到门口，跟我依依不舍，怕我发现包太鼓，还拿着外套遮住，那你记得好好休息，不舒服一定要给我打电话呀。等孟雨踏出房门后的那一秒，我马上从床上蹦起来，开窗通风，换到门锁的密码，并于家政阿姨来家里打扫卫生。把孟女的东西全收拾好之后，她再用忘记什么东西在我家的理由上门，整理过程我全程录像，打包叫快递上门取件，寄给她到付。等家政阿姨整理好房间卫生，我把共同使用过的用品准备扔掉。家政阿姨张大嘴惊讶地问我，姑娘你这老些东西就不要了？我强撑起笑，跟阿姨说分手了，看这些触景伤情。阿姨拍脑门，你看我这，真对不起啊，你不知道，没事姨，没多大事，过2天就好了。那你这东西不要就给一杯，你帮你处理了，那我给您找个大袋子装。家政阿姨背着包，在门口道别的时候还和我说，姑娘你人这么好，肯定还有更好的感情等着你呢，别太难过。行，谢谢您帮我打扫家里了。告别阿姨后，我收拾必备的用品，带上电脑就回家了。到家后，我妈去跳广场舞，就我爸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整他那套功夫茶具。看我回来后惊讶道，大小姐自己独居住的乐不思蜀，怎么想起来回家探望孤寡老人了？我倒在沙发上摊成一个大字，回到家才敢彻底放松下来，有气无力地说分手了，回家住一段时间。我的老父亲听后一个手抖，差点把他最宝贝的紫砂壶摔了。我就说，您的男朋友人不行，还是得找咱们本事的。你看你王叔家孩子刚从英国回来，就比你大1岁，到时候我安排见见啊。好家伙，根本不好奇我为什么分手，就开始给我物色下一任了。这都是爱恋爱，还看户口本，这给您挂网上，不得被喷，说您歧视外地人。我再继续坐这儿，估计还得墨迹个没完，赶快站起来回房间。再说这人不行，跟哪人没关系，你还是继续喝茶吧，甭管我了。刚关上卧室门就听见我爸在那给我妈打电话，叫她别跳舞了，快点回来，姑娘回来住了，晚上我在荣记定个位，既然有大喜事，咱一家3口必须庆祝一下。等我泡个澡，安安静静躺在床上，看见孟雨说她到了的消息，还问我身体还有没有不舒服，都这样了，也没说帮我点个外卖，怎么我之前眼盲心盲到这种程度，没发现他是个嘴炮选手。我果断和他说了分手，那边秒回，为什么突然要分手？是因为难受我没有留下来陪你吗？怪我了，我现在就请假买票回去。看我没回复，那边电话马上就打了过来，懒得再和孟云演戏多说一个字，把昨晚的全聊录屏发给他。对面沉默了一回，消息又如潮水般涌来，晚屏的几十秒的长语音，我点都懒得点，直接屏蔽。时间安静多了，暂时没拉黑删除的原因是还没备份他绿茶暗示我给他买东西的聊天记录。打开电脑边备份聊天记录，边通知本来要给孟雨好兄弟们介绍女朋友的姐妹们，家人们联谊活动取消了，群里姐妹马上表情包问号，连番轰炸问怎么了，我分手了。还没等他们震惊完，我就把超短群的聊天录屏发到了群里。群里安静了几分钟后，优美的中国画像不要钱一样从姐妹嘴里流出，
听他们骂孟雨的话，我被逗得在床上笑成一团，知道真相后的恶心和分手后的难过都被冲淡许多。其中一位姐妹发起了灵魂质问，你就这么放过孟雨了？确实这么放过她很不甘心，但说破天聊天记录只能算是他们之间的口嗨，我就算发在朋友圈曝光她，我们大学不是一个专业，除了她那几个朋友和我大学时的朋友，我们没什么共有，对孟雨的影响微乎其微。没想到打瞌睡就有人递枕头，就在我们几个人头脑风暴怎么曝光孟雨时，她自己作死了。就在冷了孟雨几天后，她请假买票回了京市，抱着一大束玫瑰花瓣在我家门前求原谅，这回真是下了血本，毕竟失去了，我再找一个冤大头可不容易。孟雨以为怎么样都能见我一面，没想到我直接搬走了，还是一直敲门，吵到隔壁邻居对方才告诉他的。我从可是猫眼里看见孟雨气急败坏的想把花摔了，可能是没舍得大价钱买的玫瑰，捧着花咬牙切齿的走了，本以为就这么结束，结果我邮箱里收到一封孟雨发来的邮件， Excel 表格里标明了他送我礼物的价值，合在一起各种花费的开销，还特意背着一句来回京市是我自愿，车票就不用你出了，真的我气笑了。他不会以为自己很大方吧？既然孟雨列了 Excel 表，谁不会列一样？我们在一起花的钱差不太多，他要付了饭钱我就买奶茶或者电影票，并且在一起的时候他说要攒钱，我们吃的都是苍蝇馆子，要不就是快餐连锁，我把给他买的零食附上订单截图一起贴到了表里，然后想到孟雨之前送的那些奢侈品礼物，要是真的他这种人能不把证据贴出来吗？孟雨向来在送礼物方面很舍得，每次有节日送的都是大牌，所以我一直以为他只是不注意平时的细节，而不是不舍得给我花钱。于是我把孟雨送的礼物拿去鉴定，结果除了一个 Burberry 邮差包和 Fendi 围巾，其他全是假货，假货还全是不容易看出一眼假的视频。鉴定的二手店老板跟我说，买这些的人一定很懂假货。孟雨的 Excel 表里我非常贴心的帮他把礼物的鉴定结果贴上，我的 Excel 表里附上了我送他游戏机和限量球鞋的订单截图，2张 Excel 表成本核算完，他还倒欠我4万。在我回复完孟雨邮件后，他就跟消失了一样，不出现了。群里的姐妹知道后只感叹太奇葩了，建议我把孟雨挂网上，让广大女星憋累这类会伪装的男性。可能是证据链太完整，孟雨的行为太奇葩，加上冲了瑞士卷的热度，我的视频已经发布，就爆火上了热门，不仅被营销号疯转，还有媒体打来电话问我，因为瑞士卷真分手后的感想，什么感想？感谢瑞士卷吧，也要感谢孟雨，帮我在自媒体如此卷的当下，凭借开头我有一个前男友 slogan， 靠吐槽奇葩前任硬生生粉到一块蛋糕，从在男女情感赛到一起绝尘。视频太火了，没几天，我和孟雨的信息就被扒了出来，针对我的评论大部分都是友善的，说我有福之女不进无福之家，结婚之前发现都是喜事一桩，还有人夸我逻辑清晰，一定学习很好。下面有人回复这一层，江初禾，这不我们那届超级有名的美女学霸吗？嘉一同学校的，初禾学界上下3届都很有名，妥妥白富美。读国际学校还能纯凭文化课，考进顶尖985，什么实力不多说了。想当年江初禾是多少男生的白月光啊，怎么读大学谈了个这个玩意儿，消费降级降成这样了。对于孟雨可就不那么友善了，周围同事刷到对他议论纷纷。由于之前我俩照片还被大学官方用来宣传，不仅被万能的网友翻出来，连超短群里发言的那几位好朋友也被扒了干净。这可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发布的时候不仅给他们投降打了码，讲述的时候用的也是代称。这几个人就算想告我都找不到证据，只是我没想到人能厚脸皮到这种地步。孟雨居然带着他妈妈来公司读，我就原谅。他之前以为我只是本地普通家庭的独生女，他在现在公司干满5年也能落后，所以分了就分了。现在看到网上的评论，知道我家小雨有实力，后悔都要钩子的大鱼就这么放跑了。孟雨妈妈看见我从公司出来，上来就哭着拉着我的手说，孟雨知道错了，初禾呀，小雨她就是说现在也知道错了，这段时间吃不好也睡不好，就说放不下你，他就不也没犯原则性错误，你给爱一个面子，原谅他一回可以吗？还阿姨大妈，我和你不熟，你有什么面子，别乱攀亲戚了。周围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我还是维持最后的体面，让孟雨带他妈快点走。结果大妈又言不尽，拿着一张银行卡就要塞给我，初禾，这卡里加上彩礼是24万，小雨是真的知道错了，阿姨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小雨结婚，你可怜可怜阿姨，就原谅小雨吧。说着说着就要掉眼泪，道德绑架真是让他玩明白了。等他说完，孟雨才拉着他要走，嘴里还说着嘛，咱走吧，我都说初禾不可能原谅我了，小雨你别拉我，让我跟初禾好好聊聊，这孩子懂事，肯定通情达理。好家伙，直接在我面前演起来了，最后还是关系好的同事叫了保安，我才从这场闹剧里脱身。结果有旁观者录下来的第3视角，直接把这件事的热度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除了一小小错人，评论感觉这对母子有点可怜，剩下全是感慨，一家人怎么能如此不要脸，有这样的妈妈，怪不得孟雨能做出这种事。本来孟雨只是在我视频评论区调马甲，这回公司门口露脸的视频火了，他人也彻底火了，孟雨视频被传得满天飞。有人来私信我，自称是孟雨的姐姐，谈恋爱的时候，孟雨不说她是独生子吗？在孟雨姐姐的口中，我得知了事情的真相。私信我的是孟雨大姐，她被生下来知道是女孩后，就被孟父扔到村子里，一户没孩子的人家，养父母把她养大，哪怕是同村，每年孟家都要回村过年，孟父孟母也没去看过大姐，甚至在路上遇见，也当作不认识的陌生人，目不斜视的擦肩而过。
这对大姐来说不是件坏事，至少养父母对她很好，虽然家里不富裕，但把她养大供她读书，一直到高中毕业，大姐办了助学贷款读安大学，孟雨还有个二姐，就没那么幸运了。那时候计划生育查得严，二姐生下来后，没有人愿意帮孟家落户口，但孟父孟母又想要儿子，为了再生个儿子，孟母的工作都丢了，计划生育的人一来，二姐就要被藏在柜子里或者米缸里，如果不幸被发现，也要叫孟母大伯母或者是姨妈，不能叫妈妈。孟雨生下来后，二姐几乎就成了这个家的仆人，孟雨的保姆。可即使是这样，二姐刚成年就被孟家卖给村子里的一户人家，只是因为给的彩礼多。孟父孟母在大姐快成年时也想这么干来着，但大姐不和他们一个户口本。孟父孟母在和大姐养父母说完目的后，被大姐的养父拿着铁锹赶了出去。二姐没那么好的运气，几乎是被绑成了婚，结了婚并不是解脱，日子更苦了。待会人家觉得花了大家钱把二姐买回来，自然要用回本。二姐的生活从当孟家的仆人变成当富家的仆人，可她丈夫依旧不满足，喝多了酒，拎着酒瓶满院子追着二姐打，二姐逃过，逃到孟家又被送了回去。孟母说，这么多媳妇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你丈夫就是和你看笑呢。有一次二姐被打的同村人实在看不下去，报了警，警察来了，做完笔录，和二姐说这是家庭内部矛盾，他们只能调解。警察走了之后，二姐丈夫拎着菜刀满村乱逛，哪个不长眼的在敢管他家的闲事，这刀也同样不长眼。最后还是大学毕业在大城市安定下来的大姐，从养父母嘴里知道妹妹日子过成这样，连夜买站票回村，带着二姐一起逃出来。幸运的是，二姐结婚时没到法定结婚年龄，没和那个家暴男领结婚证，大姐二姐就这么在大城市安定下来，哪怕住着出租房，拿着并不高的薪水，对他们来说也是顶好的生活了。这些事情孟雨亲眼目睹，知道得清清楚楚，甚至在老家他那套婚房的首付钱就是拿二姐彩礼付的，可他依旧在恋爱时毫不犹豫地和我说自己是独生子。好家伙，这年头家里只有他一个儿子就能叫独生子了。对此我能做的就是把这件事放在网上，并把靠这件事火的账号送给孟雨的姐姐们，她们比我更需要被大众看到，也比我更需要这个账号所带来的收益。孟雨在这之后因为影响公司形象被辞退，那帮好兄弟也被扒出来社死，他们和孟雨互相责怪，现在也绝交了。事情闹得这么大，业内也没有公司愿意要他了，孟雨只能灰溜溜的和他妈妈回老家，他在老家也找不到对象，他爸妈又逼他结婚，最后通过相亲找到一个愿意嫁给他的女孩，前提是拿50万彩礼给女孩的弟弟付首付。结婚后女孩的弟弟还时不时上门管孟雨这个姐夫要钱，每前1月之前都是我姐养我，现在你们结婚了你就得养我。就这样，孟雨和他爸妈也不敢说什么，他们怕这个女孩跑了，孟雨只要打一辈子光棍了。这些都是姐姐们在电话里告诉我的，我不禁感慨，恶人还需恶人磨呀。姐姐们借此机会把账号做起来，改善的生活条件，已经从合作的筒子楼搬进了公寓，他们哽咽的在电话里感谢我，搞得我都想流泪了。没过2天，我就收到一大箱快递，里面有大姐亲手织的围巾和毛衣，还有二姐亲自熏的腊肉和灌的腊肠。我录下开箱视频放在网上，评论区都在为女孩子之间美好的情感所流泪，感动之余也不忘骂孟雨2句。也有人说我们是炒作蹭热度，可那又怎样呢？我们希望热度高到所以深陷有毒关系里的女孩子都能看见，无论是原生家庭还是男女关系，都能自己解救自己，全门完结。